打扰一大集啊！今天要讲的这个事情啊，非常的曲折，甚至有些离谱。这人为了达到一己私欲，加害于人，不惜把自己给绿了啊，放任别人去勾引自己的老婆。也因为事件的这个戏剧性啊，所以被改编成了电影，并在2019年上映。可是现实中案件的结局远比影视作品更加残酷。下面就把时间拉回到2013年。2013年5月10日早晨7点左右，江苏省常州市的某电子产业园的公园里，一位晨练的老大爷发现人工湖边飘着一个奇怪的东西。于是他叫住了一个正在晨跑的年轻人，说：“你去看看这是什么东西。”年轻人走近一看，直接吓傻了。这湖内赫然飘着一具女性尸体。警方在接到报案之后，来到现场，迅速将女尸打捞上岸，开始对尸体进行了初步的判断。死者应在25到27岁，身高1.6米左右，穿着一个红色外套，下面黑色短裤、黑丝袜、黑色的高跟鞋，佩戴着贵重的首饰都没有丢失。短裤的口袋里面有400元钱的现金，衣衫完整，没有被暴力侵害的迹象，基本排除劫财劫色杀人的可能。根据口腔和鼻腔的情况分析，符合意外溺水身亡特征。法医推断死者已经遇难10小时左右。一起打捞上来的还有一辆崭新的红色电动车，钥匙状态为开启，桥面有一道划痕，与电动车的划痕匹配。初步推断是死者在头天晚上10点至12点之间骑电动车的时候操作不当，偏离了路线，从而掉入人工湖而溺水身亡。但暂时无法判断他的身份，所以就对周边群众和附近的企业进行走访。另一方面，等待失踪人口的报案。那果然在当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，一名叫做李良的男子跑到派出所报案，说自己的媳妇儿失踪了。头天晚上出去以后呢，就一直没回来，电话关机失联。警方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那具无名女尸。经过李良对照片的辨认，最终确定这就是他失踪的妻子廖某。随后，警方也简单的询问了二人的情况。李良28岁，老家是在江苏省连云港市，近些年在常州市经营一家网吧。他的妻子廖某27岁，老家在四川的巴中，两人都是二婚，而且刚刚结婚2个月。这李良说，在案发前一天5月9日，他给妻子买了一辆崭新的电动车，也就是案发现场打捞上来的这一辆。但白天路上交通复杂，那新车首生就没机会骑。所以晚饭之后8点50分，妻子说要去外面去练车，李良也没太多虑，就让他自己去了。期间还给妻子打过几次电话，嘱咐他注意安全，早点回来。结果等到当天晚上11点，2个小时过去了，廖某还没有回来。李良再打电话，发现已经关机，赶紧开车去找，找了很久没有发现踪迹，只能心想啊，他媳妇儿可能是看时间太晚，直接去朋友家，电话没电了，也没带充电器，或许第二天就能回来了。可是直到第二天下午3点还是没有音讯，所以报警寻求帮助，才得知新婚2个月的媳妇儿已经淹死在了人工湖里，还是骑着自己给新买的电动车出现的意外。李良非常自责，悲痛万分。不过与此同时啊，警方这边也发现了不寻常的地方。那事发的人工湖离家有5公里远，而且公园晚上人烟稀少，也没有路灯。廖某只身一人跑到距离又远又不明亮的地方练车，这让人感觉非常的奇怪。那警方就调取了监控，发现廖某确实是一人骑车去了公园，也没有人尾随跟踪。进入公园后，监控中断，只能认定为意外死亡。但是对于这个结论啊，死者廖某的父母表示无法接受，感觉事情必有蹊跷，拒绝在这个死亡通知单上签字。同时啊，丈夫李良也表示对结果不满意，要求警方再做详细的调查，廖某不能死得不明不白。从目前的线索来看啊，死因确实就是意外落水导致。但是家属都提出了要进一步调查，那警方就再从其他方面着手。于是查看了廖某的通话记录，果然发现了异常。那案发当天晚上，廖某是接到了一通电话以后才出去练车的，并且期间共有过3次通话。结合到不寻常的练车地点，那廖某会不会是借练车的名义去见这个打电话的人呢？如果是这样，这个号码的持有人很有可能与这个案子有关。调查以后发现，这个号码为廖某的姐姐用身份证办理的，但是这个电话卡一直由廖某拿着，那一定就是他把卡交给了别人。那因为廖某只有1部手机，不可能自己给自己打电话，那他把号码给了谁呢？廖某的弟弟提供了线索，或许这个号码持有人为一名叫九哥的人，由此一个隐藏在背后的关键人物浮出了水面。此人名叫周九伟，29岁，连云港人，和李良两人是发小。看李良在常州经营网吧生意还不错，于是周九伟在2个月之前
从老家来到常州投靠李良。因为没有地方住啊，李良就把这个发小安顿在了自己家，所以这夫妻二人这2个月期间和周九伟同住在一起，三人关系很好。可是事发前10天，周九伟就搬了出去。事发后呢，周九伟就失联了，手机号也无法打通。那给死者廖某打电话的会不会是周九伟呢？那警方在排查了公园周边监控的时候，还真就发现了周九伟当天晚上打车到了案发的公园，并且进入公园以后就没有再出来，直到第2天凌晨4点半才走出公园打车离开。警方也找到了这名司机，他回忆周九伟下车时给的钱竟然是湿的。那这个情况表明他极有可能和廖某的死亡有关系。警方用了1个月时间找到了失联的周九伟，面对警方的盘问他也没有回避，直接交代了情况。原来死者廖某婚内出轨，2人存在私情。事发当天晚上，周九伟打电话给廖某，将其约到公园。廖某借着练车的借口，在9点半骑电车到达。2人见面之后呢，缠绵了很久啊。晚上11点左右，廖某骑车带着周九伟准备离开，但是在开到那个桥上的时候，廖某一个操作不当，就连车带人一起冲进了湖中。落水之后呢，惊慌的周九伟挣扎了很久，才爬到了岸上。可再回头看到廖某，那已经漂浮在水中，应该是不行了。那想过第一时间报案，但毕竟这是婚外情，害怕自己的好兄弟知道，就独自一人在公园里待到第2天凌晨4点半才离开。到这里，通过周九伟的交代，廖某的死因与一些不寻常的行为背后的隐情，那已经很明了，也得到了解释。但是事情并没有到这里结束啊！你看这个视频的进度条就知道，并没有这么简单。死者的父母向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。丈夫李良在婚后给妻子廖某买了3份人身意外保险，这3份保险理赔总额达到了450万元。重点是保险的保障期限仅为1年。据了解，这是一个短期的险种啊，一般只作为附加险，很少有人单独购买，除非你是从事着高危职业，短时间内担心自己出现重大意外事故才有投保的这个必要。这李良和廖某的工作性质并不符合这个特点，却为妻子购买了这个险种，就显得很奇怪。但是这仅仅是一种猜测，无论如何给家人增添一份保障，任何人都无话可说，也无法当作证据。可结合廖某身上的另一个细节，就注定了他的死亡并非源于意外。廖某所穿的高跟鞋底部沾有一些淤泥，而这淤泥就是来自于人工湖的水底，说明廖某落水后呈现过站立的姿态。后经过警方测量，湖水最深的地方为1.4米左右，而廖某的身高为1.6米，再加上将近10厘米的高跟鞋，只要落水后就可以正常站立，水位最多就到他的颈部，溺水身亡的概率很小。事发时很有可能是遭遇了外力。那在现场的只有周九伟一人，他的嫌疑再一次上升。而且另一边，李良的行为也很奇怪啊，他经常一人来到公安局，催促尽快结案，要求警方开具死亡证明。可他之前明明还义愤填膺地拒绝签字呢，说明前面可能都是在演戏。反常的行为的背后，极有可能是为了尽早的拿到保险理赔金。虽然没有实质证据，但是多年的经验让警方认定这背后应该是一起联合的杀妻骗保案。2013年7月18日，周九伟在被重点审讯1个月后崩溃了，心理防线彻底被瓦解，承认了廖某的死亡并非意外，而是由李良策划自己动手完成的一起谋杀案。这2人为初中同学，周九伟为人沉默寡言，不善言谈，但是从小就很钦佩李良，因为李良这人从小就混得好，并且很会撩女生。后来和校花结婚，生有1儿1女，还在常州开了一个网吧，赚了很多钱。最主要是李良平常对自己非常的照顾，给自己解决了很多困难。周九伟就知恩图报，对李良的一系列策划义无反顾地去执行。2012年底，李良关闭了已经无法维持的网吧生意，并且在外欠下了几十万元的债务。眼看离6月份的还款日期越来越近，对钱的渴望让他彻底迷失了自我。为了迅速搞钱来满足自己对资金的需求，就萌生了杀妻骗保的想法。但是他看着自己的妻子完全不忍心，毕竟还有2个孩子呢，就决定要重新找一个没有感情基础的媳妇儿。于是他就故意性情大变，打骂妻子，最终在2013年2月20号完成了离婚。之后就开始了他邪恶的计划。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有车有房的生意人，通过微信的交友功能寻找目标，很快就锁定了廖某。为表达诚心和实力，不断带着廖某花钱购物，再加上甜言蜜语的攻势下，2人在认识的第13天闪婚。邪恶的计划也开始执行。为了不引起他人怀疑，婚后也不断给死者购买首饰，
大牌手机等贵重物品，还很自然地给廖某买了3份保险。之后又把受益人从廖某的父母改为了自己，没引起廖某的任何怀疑。由于得知廖某不会游泳，于是李良想了一个很周密的方案，用事后给20万酬劳的承诺叫周九伟来帮忙，安排周九伟住进家里引狼入室，并故意的冷落妻子，每天加班很少回家，给妻子创造出轨的条件和机会。不仅如此，李良还在背后给周九伟出谋划策，让他尽早勾引到妻子廖某。周九伟也不断的试探，终于取得了廖某的芳心，搞起了婚外情。看时机成熟，李良给妻子新买了一辆电动车。2013年5月9日，周九伟按照李良的计划，把廖某约到公园，主动要求由他来开车带廖某回家，故意把车开到了湖里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落水之后，廖某竟然直接站了起来。湖水太浅，没有办法让他溺水。周九伟慌乱之中，就把廖某的头给按进水中，直至身亡。2014年1月23日下午，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，判处李良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判处周九伟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随便在网上一搜，各种害人骗保事件比比皆是，难以理解啊！本来是给人生增加的一份保障，却也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。很多人呢，活着活着就只能看到金钱，没有了道德人伦，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。也是因为部分的保险条款和协议中的不严谨、不周密，加上一些保险机构侧重保险承担的数量，轻视了承保之前对受益人的评估和审核，导致疏忽出现漏洞，激发了人性之恶，让他们有机可乘。但是绝大多数最终都会被识破，非但没有得到金钱，也赔进去了亲人和自己的人生。也随着各种骗保事件的发生各种保险的细则都在得到修复。那只能希望这些保险完善的进程要快于人性堕落的速度，让这一类悲剧不再发生。那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，看到最后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大吉，谢谢你了，拜拜。